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星际迷，那么一定听说过亚特兰蒂斯，而这座城市其实是真实存在，并且整座城还能当宇宙飞船使用。在几百万年前，古人带着亚特兰蒂斯城飞往了飞马座星系，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直到这天，人类科学家们在南极洲发现了这些古人留下的神奇座椅。科学家研究了许久，也不明白这个座椅到底有何神奇。男人好奇地坐了上去，没想到下一秒，实验室中死去上1年的就飞了起来，并开始不受控制地四处乱撞。最后更是直接冲出了实验室。这时天上正有一艘直升机飞来，这可把飞机上的杰克吓坏了，他们赶紧降落到了地面。这时椅子上的男人正在努力地控制乱飞的乌贼，眼看乌贼就要撞到他们时，男人终于控制乌贼停了下来。之后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对座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找到了前往飞马座星系的第8个星门，坐标为此。一大群科考队穿越星际之门来到了飞马座星系。他们刚来到这里时，四周一片漆黑，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在探查中，他们发现原来这里就是消失了500年之久的亚特兰蒂斯城。但奇怪的是，这座城市现在正在海底，而这些海水却没有将城市淹没。随后他们发现了古人留下的全息影像，原来在500万年前，古人便来到这颗星球，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星际之门，随后便开始在飞马座星系探索。直到这天，他们进入了一个暗黑世界，这里有一种强大的生物，古人们因为太过自负，对这些生物没有防备，导致整个古人种族濒临灭绝。最后他们迫不得已将亚特兰蒂斯城沉入了大海，让幸存的族人通过这里的星际之门回到了地球。古人们希望这座城市能够一直被保留，期待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这里并夺回失去的一切。这时科学家们发现，整座亚特兰蒂斯城依靠零点模块提供能源，现在这里经过了500万年，这些能源也即将衰竭，城市的保护罩随时可能因能源不足而关闭，到时候海水肯定会将这里淹没。为了拯救这座城市，他们打开星际之门，一支小队前往附近的星球上寻找拯救亚特兰蒂斯的能源。他们刚到这颗星球，身后就有几艘外星战机从星门中飞了出来，他们就是飞马座星系的恶霸。据说这些外星人无恶不作，这里的人们称呼这个种族为幽灵族。只要人类的族群发展到一定的数量，这些幻影族便会前来屠戮人类。上校他们原本是来寻找拯救亚特兰蒂斯城的能源，没想到意外卷入了这场战斗。在战斗过程中，他们用火箭炮击毁了一艘幽灵族的战机，而这些幽灵族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很快撤离了这颗星球。上校在战斗中不幸被这些幽灵族抓走。约翰来到了被击毁的战机前，发现地上还留下了一只幽灵族的手，而这只断手竟然还会动，因为刚刚遭遇了幽灵族的屠戮。约翰将幸存的人通过星际之门带回了亚特兰蒂斯，但这里的情况不容乐观。随着能源的逐渐枯竭，许多的城市已经被海水淹没，他们正准备撤离这个危险的海底城市。可这时，整座城市突然出现了异动，所有人都误以为是能源枯竭，海水即将淹没亚特兰蒂斯。可没想到，整座城市竟然正在向着海面上升。之后，如今事情到了这一步，麦凯说出了对全部疑惑，而女祭司也在这一刻说出了真相。原来数万年前，亚特兰蒂斯城中的一部分人飞升成为了能量体，另一部分则是回到了地球，而他就是飞升的那批。因为在那颗星球太科学家对这只幽灵族人的手，于是便答应约翰来到这里。说完后，古人就准备离开，不料刚走出门，古人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倒在了约翰的怀里。而此时，大批的幽灵族飞船正穿过星际，开始入侵古人所在的那颗星球。这一幕也被古人看在眼里。只见古人的身体深入研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得知情况后，约翰驾驶着飞船也飞了过去。但这里的敌人实在是太多，约翰刚到这边就干掉了2艘敌舰，同时他也被幽灵族发现，无数的飞船朝他围了过来。这是一团熟悉的行星中飞出，这些幽灵族战舰被尽数消灭。约翰再次回到古人的住所，古人告诉他，在很久以前，亚特兰蒂斯的人飞升成为了能量。绝大部分古人认为不应当干扰3维空间，但女人不忍看着自己的子民被幽灵族屠杀，于是便在这颗星球上一直保护他们。也因为这件事，这种外星人不仅拥有很悠久女人被其永生的古人流放到了这里，并且只能保护若是接受了约翰的人，那么其余飞升的古人便会来阻止，这也是女人无法接受约翰的人在这里生活的原因。随后，女人抓着约翰的手，只见他们的身体被光圈包围。古人这个外星种族的生命力也很顽强，用独特的方式分享自己所知道的，同时也能让他更好地了解这个女人已经在亚特兰蒂斯城中待了1万年，在万年的岁月上早已布满银发，脸上更是长满了皱纹。探险小队们发现他时，
老人还处在休眠中。他们猜测，他们不会像人类那样衰老。这个人就是万年前生活在亚特兰蒂斯的古人。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将他唤醒。可醒来后的古人身体十分虚弱，在看了眼外面的城市后，注射了一些药物，这才让万岁的老人彻底苏醒过来。老人表示，他就是维尔。这样，在眼前的维尔等人有些不可思议。为了救出上校等人，随后老博士在跟着探险队们来到亚特兰蒂斯城后，城市中便出现了一系列的危机，加速了亚特兰蒂斯城的能源消耗。城市的保护罩很快失去作用，海水从四面八方漫过，最后连星际之门都给淹没。大部分人都在这次危机中查找了许多线索。老博士带着幸存的人撤离到了小飞船中，但初来乍到的约翰却并不会开这艘飞船，只能一阵胡乱琢磨。最后，飞船突然来到了星球的近地轨道，便莫名其妙地遭遇了约翰的胡乱操作，竟然打开了飞船的武器系统，并拨通了星际之门，并将一艘战机毁灭。但接下来毁灭，他们的飞船却遭到了致命一击。当老博士再次苏醒，他已经被亚特兰蒂斯的古人救起，而这里正是万年前的亚特兰蒂斯。眼前的古人名叫杰内斯，他告诉老博士，他们先前乘坐飞船的正是他发明的时空穿梭机。但星际之门的另一侧，其余的同伴都不幸遇难了。之后，老博士参加了亚特兰蒂斯的他想要穿越回1万年后，但亚特兰蒂斯的绝大部分人都他们认为这会严重改变历史。古人们邀请老博士跟着他们回到1万年前的地球，可此时的老博士却一心只想回到他的那个年代，却是飞马座星系的另一端。在这些古人现在不能用时空飞船送他回去，但杰内斯却想到另一将1万年后亚特兰蒂斯面临的能源紧缺问题告诉了他。杰纳斯重新计算了整座城市的能源，并准备了3个提供能量的零点，但这3个模块需要提供能量的零点，并且这个位置还在太空，3300年更换一次，所以老博士必须留在这里。杰纳斯为老博士准备了休眠方案，每3300年便会将他唤醒。为了保险起见，杰纳斯还为城市偷偷编写了一道，如果城市能源到达极限，那么整座海底再完成一切浮出海面。正好他们在亚特兰蒂斯城中，这些古人们通过新闻都回到了地球，只留下老博士一人在亚特兰蒂斯城。老博士来到休眠舱，并一转眼已是满头的白发。他用自己的一生守护这座城市不被毁灭，也让古人们的智慧得以传承。之后，约翰等人在他的笔记中发现了一艘小型飞船，找到了5个星际坐标，而这些坐标便是亚特兰蒂斯的每个坐标都有一个零点。在说完这一切后，老博士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最后，维尔将老博士撒在了亚特兰蒂斯城，让他可以永远守护这座美丽的城市。这里是亚特兰蒂斯，邪恶的幽灵族袭击了这里，而且这艘飞船还具有隐身功能，并将这里的人全部抓走了。多年后，约翰和麦凯博士找到这里，他们想在这里找到亚特兰蒂斯古人留下的零点模块，但这颗星球上保护零点模块，在上一次大战中，现在这里又兴起了一个新的种族，他们继承了上个种族的传承，十分信仰亚特兰蒂斯的。他们给小飞船起名为小飞艇。在得知麦凯和约翰等人来自亚特兰蒂斯后，安丽娜主动帮助他们寻找零点模块。在安丽娜的协助下，他们寻找线索顺利了许多，很快就凑齐了8个开启零点模块的，但还差1个才能找到零点模块。之前要抢夺亚特兰蒂斯城的指挥官也来到了这里，他们趁机袭击了在外面看守的中尉，并威胁在藏宝石中的约翰等。现在他们也想得到零点模块，麦凯博士被迫与他们达成了交易，只要帮他们找到零点模块，就放过他们一心愿。麦凯或安丽娜仔细的分析上一个种族留下的地图，他们在地图中找到了答案，和另一名同伴驾驶着飞艇，而最后一个踏片就藏在地图之中。现在虽然得到了9个踏片，但麦凯博士还未找到这9个踏片的排列方式。在一旁的指挥官十分心急，让身旁的小弟前去开启。只见男人将踏片然后把手放在操作台上，没想到下一秒男人的双手就被刻上，而星门的另一端正是一颗行星。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便瞬间倒地身亡了。有了这个先例，指挥官变得谨慎了许多，他让在一旁的约翰第2个尝试。约翰也知道其中的厉害，他知道这是赌命，在开启前想了很久，
最后被他想到了一种正确的排列方式，而这次也终于成功了。他们猜测幽灵族的老巢零点模块从眼前的石壁中看到即将到手的能源，指挥官等人便放松了警惕，趁着这个机会，中尉拉开了早已准备好的闪光弹。突然的爆炸引得烟尘四起，约翰等人迅速发起反击。早有准备的他们并未受到太大的小弟们一个接一个解决，而这个小飞艇十分智能，最后只剩下指挥官一人。但约翰却并未杀了。随后，他们带着零点模块，准备回到亚特兰蒂斯。可在半路上，安丽娜却将他们带入了包围圈。原来，安丽娜早已知晓了，他们不是亚特兰蒂斯的原住民，只是来自一个名叫地球的人类。他们信仰的是亚特兰蒂斯的古人，能够时时刻刻读取到约翰，并希望有一天古人来拿走他们莫大的好处。一天古人来拿走零点，便将零点模块从麦凯之后，他们回到亚特兰蒂斯城，却发现，在他们离开时，这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艘幽灵族的侦察机发现了他们的位置，并来到了亚特兰蒂斯城。有了这么智能的小飞艇，幽灵族的人将城市中的数据都发送了出去。一艘艘外星飞船从他们是天马座星系的，只见外星母舰飞到星球的禁闭轨，上百艘外星战机从母舰中飞出，去抓捕这颗星球上的约翰和泰勒。整个过程原本是来观察这些外星飞船行动的，但看着这些无辜的人被一个接一个抓走，孙子也被他们决定前去帮助这颗星球上的人。约翰将飞船停在了树林旁，看看能否有幸存的人逃到这里，而泰勒先前也和这里的人会在这里等待他们。不知过了多久，小飞艇带着他们找到了一批又一批的难民逃了过来，但因为人的数量实在太多，吸引了幽灵族的注意。在逃入飞船时，有大部分的人被幽灵族抓走了，而这些幽灵族下一个目标便是攻击亚特兰蒂斯。他们的航天母舰只需1周时间便会到达亚特兰蒂斯。现在只有几艘小型飞船，同时上校和被抓的人都被关在了一起，对付几艘幽灵族的战机，更别提那种航天母舰的大家伙。约翰带着这些人回到了亚特兰蒂斯，并将遭遇的事告诉了众人一番商议，也没想出好的应对策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幽灵族可以将这里的研究成果发送回地球，同时这13个面相丑陋的也能让地球的人知道幽灵族，及早的做出应对幽灵族的准备。在传送这些资料，他们还让每一个人录制了一段视频，让他们可以与遥远地球的亲人们将所有的内容以特殊的方式编码压缩，以星际之门的方式发回了地球。而地球这边也接收到了，上校友好的上前打招呼。地球上的人类将做出什么应对方案呢？亚特兰蒂斯的人将如何逃过这一劫？就在刚刚，一个外星人的深夜来到，他将手放在泰勒的胸前，开始稀释他的生命力。泰勒拼命挣扎，原来这只是一场梦。他迅速起身来到揭开约翰的被子，没想到却被一巴掌打飞。惊慌失措的泰勒正准备离开，没想到转身外星人再次出现，泰勒再次从梦中惊醒，原来这一切都是梦。而他最近经常梦到这些幽灵族，他能感应到，为此他找到心理医生治疗。医生建议他回去来到之前的部落询问族中的之后，老奶奶告诉了他一个新闻地址，据说那里是他的祖先起源地。为此，约翰和麦凯等人虽然这颗星球现在已经荒废，但他们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古怪的东西，就比如泰勒能轻易地打开石门的开关，而在石门里面的是一间幽灵族的秘密实验室，他们在里面找到了记录数据的一个幽灵族的守卫，挑中了一个存储设备。通过解析发现，这些幽灵族的文字竟然和万年前的古人的有些相似。据此，他们猜测这些幽灵族应该是古人来到这里之后，而他们也很快破解了其余内容。原来，在不久前，幽灵族袭击了泰勒的祖先。顺眼的男人，村子中的许多人都被抓走了。幽灵族中有一位科学家，为了解决食物的问题，他偷偷在一些人类的身体中植入了幽灵族的基因，并将这批人送回了村子。自此之后，这批被改造基因并且还能感知幽灵族的入侵行动，从破译的资料中带走了他们。他们还发现，这些幽灵族有一张巨大的精神交流网络，每个幽灵族的族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进入。他们猜测，在泰勒身上，也许他也可以。在心理医生的催眠帮助下，泰勒慢慢的闭上了双眼，并成功进入了其中。也不知道这个男人会被带去。他在这里顺利的发现了幽灵族的进攻，而现在这些幽灵族已经为的就是攻下亚特兰蒂斯，找到地球的位置，让整个地球成为他们下一个食物来源的
这时，泰勒突然被幽灵族控制了他的身体，并对约翰等人大打出手。不知过了多久，还好在一旁的随后苏醒的泰勒恢复了正常，他将自己看到的一切告知了众人。人类的一发激光直接将入侵的外星航天母舰击碎，这也是人类击碎的第一艘，所有人都为此狂欢。但紧随其后的还有2艘幽灵族的航天母舰，卫星站的科学家，3个人再次来到上校面前，准备再次启动激光武器，却发现武器系统出现了能源过载的故障。航天母舰也发现这一个卫星防卫站，数不清的炮弹将这个卫星站炸得粉碎，这让麦凯博士十分震惊。他没想到这些幽灵族会如此之强。就在不久前，幽灵族战舰们开启超光速，这次他们调中了战舰们开始朝着人类驶来。人类将这颗果仁留下当做击败幽灵族的唯一希望。麦凯和2位博士带来了能源前来修复。好在他们历经艰辛，将这座万年前的卫星站修好。本以为这座卫星站能够轻松3艘敌舰没，想到结果却是如此不堪一击。上校被幽灵族。随着卫星站的彻底崩碎，亚特兰蒂斯所有人剩余的2艘战舰继续朝着亚特兰蒂斯前进。亚特兰蒂斯的人不得不准备撤离的工作。为了不暴露他们模拟毁灭亚特兰蒂斯城的一系列方案，但这还远远不够。人带到了一间大厅之中，为了销毁系统中的数据，他们在亚特兰蒂斯植入了电脑，整座城市将在10分钟后。就在他们准备拨通星际之门离开，星门却被地球上的人从外面接入。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通过了星际之门，为首的正是地球派来的这位上校。上校要求他们立即解。眼前坐着一个早已死去的人。除亚特兰蒂斯的自毁程序，并自信满满的告诉大家会帮他们守住亚特兰蒂斯。而且上校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在地球的埃及找到了一个这个能源装置，只需4天便会送达，他们必须守住这4天的时间。这也让大家重新看到了一些希望。上校在太空中布置了6枚太空地雷，只要幽灵族的地雷就会引爆。但幽灵族的人却并未，而是将大量的陨石扔向他们。这些太空地雷被全数毁掉，因为这次的爆炸产生了大量的辐射。当他们能够再次侦测时，这些幽灵族已经来到了亚特兰蒂斯城附近。上校不明白这些幽灵族要做什么，他们关闭了亚特兰蒂斯城的所有灯光，纷纷进入了亚特兰蒂斯城的保卫战。一时间，整座城市被炮火声包裹，炮弹满天乱飞，各种战机在炮火中穿行，一时间难以分辨是敌还是。有的士兵更是在战斗中被直接落下，战斗持续到次日白天才结束。这时，一个红发女人从天而降。亚特兰蒂斯城受损严重，同时幽灵族的航天母舰来到了亚特兰蒂斯，无数的战机。这时，他们想到了另一个方案。威尔来到了之前，他们帮助制造核弹，现在他们的核弹帮助制造核弹的星球，如今就差测试核弹的威尔说服了这里的人帮他们测试，并顺利的带回了2枚核弹。女人说着，他们将利用2艘飞船能够隐身的特性，靠近敌方。约翰只需坐在万年前古人留下的椅子，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很快，大批的敌机再次袭来。由于装备以及作战人处于极大的劣势，这些幽灵族已经开始进入整座城市。原来，大批的士兵被围堵活捉，就连上校也在行动中被用核弹炸掉。但古人的座椅却因能源不足，迟迟无法开启。为此，约翰只能独自驾驶，带着核弹飞向他准备牺牲自己拯救亚特兰蒂斯。随着飞船的不断攀升，飞船也开启隐身模式。幽灵族一直将整个飞马做星系的人类没发现他，那么他能成功炸毁幽灵族的母舰，度过危机。看下回分当作食物。当他得知上校是来自地球时，一直想要问出地球的具体位置，但上校意志坚定。一直在奋力抵抗他们得不到答案的女人，将手放在开始稀释上校的生命力。上校发出一声声惨叫。这时，约翰刚好潜入了巢穴中，他根据上校的惨叫声长，他拿出武器开始射击，但为首的女人并没有因此倒下，他们的身体拥有很强的自愈能力。而这时，上校已经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他的生命力已经快被吸干了，身体还在一直饱受折磨。约翰只能忍痛地送了上校一程。他们将约翰按在桌上，准备继续逼问地球的位置。好在其余人及时赶到，几枪便将这些幽灵族击倒。同时，他们引爆了提前埋好的炸弹。可就在他们以为暂时安全时，却发现巢穴中的其余幽灵族全部苏醒，带着被救回的幸存者逃回了他们的飞艇，并进入了隐身状态。他们来到太空，准备穿越星际之门，却发现这些幽灵族战机一直守在星门前。为此，他们只能先解除引诱这些战机离开星门，然后再绕回来。用飞弹干掉留守在星门的2艘战机，最后在敌人的追击下操作冲入星际之门，回到亚特兰蒂斯的人立刻
启动了星际之门追的保护装置，并没能通过星际之门。男人被人从2楼扔了下去，但他却能立马站立起来，而且身体没有任何疼痛感。原来在不久前，他的身体进行了基因治疗。现在在他的胸前又启动了古人的保护装置，说是刀枪不入也不为过。不信邪的同伴，结果却像打在了钢板上。可得意过后，麦凯发现胸前的装置自己起初约翰不大相信，伸出手便试了试，还是一样的结果。这让麦凯的内心在之后的生活中，麦凯拿起水杯开始喝水，却发现水都不能进入他的身体。这让麦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难道自己要被这个保护装置磕死？接着，亚特兰蒂斯城出现了一些怪事，他们的星际之门会无缘无故的启动，这里的能源也会出现异常的波动。约翰更是在走廊中遇到了，但这次的黑影直接从他的身边随后更多的人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而这团黑影也在慢慢的变大，并且对能源很有兴趣。他们通过传感器观测着这团，发现它像是拥有自己的思想，并且一直在四处吸收亚特兰蒂斯城的能量。每次出现都会让周围的设备出现不可控的机械。部长这次中尉刚好在走廊中，此时的黑影通过不断吸取能量，已经成长到足够，大两人无处可逃。最后，中尉不幸被黑影袭击。这个感觉就像好在最后，紧接着麦凯在亚特兰蒂斯城中发现了一台古人留下的设备。这团黑影一直被困在亚特兰蒂斯城，这台设备就是古人们发明出来诱捕他的。那么谁去打开诱捕器呢？因为麦凯身上有保护罩，他们想让麦凯下一秒，保护装置就从麦凯身上掉了下来。可能是因为麦凯内心的胆怯吧，麦凯也终于不用担心自己被渴死。随后他们关闭了约翰打开了这个所有能源，只见诱捕器发出橙黄色的光，黑影也很快被吸引了过来。但黑影这次却并没有上当，他看了看眼前的诱捕器，又看了看面前的约翰，不仅没有吸取诱捕器的能量，还迅速的离开了现场。之后他们想到了另一个方案，他们打开了星际之门与一颗品级星球的链接，想通过装有电池的小车将这些黑影吸引到那个贫瘠的星球去。黑影从四面八方，约翰在启动电池小车便迅速的离开了。谁知这个小车还没就被这些黑影，并且这团黑影也并未进入，他们开始不断吸取星际之门的能源。这时麦凯想要关闭新闻链接，却发现设备已经被干扰失效。在身后的麦凯想起了古人留下的保护装置，虽然有些胆怯，但他知道只有自己才能拯救星际之门以及拯救亚特兰蒂斯的所有人。他一步步走下了台阶，直至最后黑影将他整个人吞没。此时巨大的黑影就像海水一般，将整个大厅淹没。在他的周围漂浮着许多带电粒子，因为有保护罩的关系，他整个人并无损伤。他将装有电池的箱子扔入了，周围的带电粒子也纷纷追随。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整个大厅的黑影都进入了星际之门，而麦凯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倒在了地上。随后经过检查发现，他身上的保护装置能源已经耗尽，而他本人也只是暂时晕了过去。星际之门在穿越时会出现一艘小飞船准备穿过星际之门，没想到飞船的后半生却卡在了另一侧。他们猜测是飞船在进入星门时，飞船的推进器没有及时，才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如果不尽快解决，30分钟后，星际之门便会自动关闭。门的部分会因为分子化无法处理。已经进入星际之门的人会成为，没进入星际之门的人将会被吸入。而且在他们飞船上，还有一位急需救治的约翰的脖子上被一只外星甲壳虫，这只甲壳虫一直在吸取约翰的血，现在他的四肢已经开始而他们之所以会落得如此，全是因为这次的侦查任务。他们原本是来查探幽灵族的情况，却发现幽灵族的巢穴已经消失不见。之后他们被幽灵族的人发现，并遭遇了幽灵族的追杀。在逃跑时，约翰被这只幽灵族的人很快追上了，但看着他的身体状况，幽灵族的人却转身离开了。随后同伴找到约翰，他想用枪将甲壳虫杀死，没想到却让约翰更加的痛苦。为此开始他们将酒精以及盐撒在虫子却没有半点，直到虫子遇到了水，并和先前的盐一起发生了反应，他的肚子瞬间变得肿胀起来，这让虫子折磨的上下嗷嗷直叫。事后他们发现，而饱受折磨的约翰也在这时拿出起搏器的办法，并用起搏器将约翰杀死。他们猜测只有宿主死了，这只虫子才会下来。事实证明这招确实有效，女人强行将虫子扯了下来。接着发现这次并没有气想救回约翰，为此他们只能将约翰迅速地送入了星际之门。
随着时间的临近，星际之门即将关闭，麦凯博士终于修好了飞船的推进器，也收了回去，但却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他们的飞船现在没有前进的动力，还是悬停在新门前。最后，他们不得不引爆飞船的尾舱。巨大的吸力让人难以置信，而飞船也开始全部进入星际之门。见到飞船平安归来，所有人都起身欢呼。经过及时的抢救，约翰的身体已无大碍。就在刚刚，亚特兰蒂斯城的星际之门被人从外部接入，本以为是约翰等人归来，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发发激光子弹。好一阵，约翰等人才狼狈地逃回亚特兰蒂斯。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6次遭遇幽灵族的袭击了。他们猜测，在他们之中肯定有幽灵族的，于是开始逐一排查内部人员。泰勒和他的族人是后来嫌疑最大，为此他们这让泰勒的某些族人觉得十分不爽。这时候，探险队飞到了亚特兰蒂斯城的外面，他们发现，在不远处，这让泰勒的族人们决定前往。反正在这里会因为内奸的事处处被限制。在这些人离开，泰勒加入了约翰的探险小队。他们来到了一颗星球上，没想到这次又遭到了幽灵族的围攻。而在围攻时，泰勒刚好又不在，这让所有人都觉得泰勒回到亚特兰蒂斯之后，泰勒便被严加看管。他们搜查了泰勒的所有物品，在这些物品中发现一个项链，一直在发送着一些信号。而这个项链其实是先前约翰在山洞中发现，它是泰勒父亲留给他的。说起来还是多亏约翰帮他。听到约翰的这番解释，泰勒的嫌疑才被洗清。之后，他们将项链放在地上，而这些幻影族很快根据信号，趁着敌人约翰他们将这些幽灵族打得措手不及。最后一个小头目还想逃，不料却被泰勒发现。泰勒拿起手枪射击，没想到这货根本不惧这点伤害，只能拿起棍棒和小头目较量。最后，泰勒还差点被送上了西天。好在约翰及时赶到，他们将这个小头目带回并关了起来。本想问出点什么，奈何他却什么都不肯说。这个村子的人太惨了。这么小的孩子，而村子中的每个人只能活到20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很久以前，这颗星球的人遭受着幽灵族的残害，而这些幽灵族只抓成年。后来幸存的族人逃到了这里，他们便定下了一个规矩：村子的人一旦到25岁，说来也是奇怪，自此之后，幽灵族的人便没来过村子。他们一直以为是这个传统让种族得以延续，直到这天。约翰等人的飞船突然坠落在地面，走路返回星际之门，没想到却半路被这些孩子们以为他们是入侵者，将他们带回了村子。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村子中的老村长，而这个老村长也只有20岁，如今他已经是村子中最年长的人。一番交流后，约翰但他们猜测幽灵族之所以没找到，是因为在附近有一处远古，在远古遗迹中有一台这个装置会发出电磁信号，干扰靠近这片区域的所有电子设备。飞船飞到这边都得坠落。麦凯博士来到遗迹中，发现这个装置的能源不错，便准备带回到亚特兰蒂斯。但他可能不知道，在拆下整个村子失去了电磁保护，村子中还放着一堆幽灵族的装备，而这堆装备中有一个定位装置在持续运行。很快，幽灵族的侦察器便出现在了他们的头顶。麦凯迅速带着能源回到保护装置前，却发现这个装置一直眼看越来越多的麦凯在这时也终于重启。而约翰这边，他正和村子的人发生了一些冲突，眼看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此时麦凯赶了过来，他将双方的误会解释清楚。他们也知道了电磁保护。最后，村子的人废除了25岁升天的传统。约翰等人也回到了亚特兰蒂斯。这个外星种族，他们以人类物链顶端的存在。整个飞马座星都是他们人类的养殖乐园，人们称呼他们为幽灵族。他们会将手放在人的胸膛，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这个人就会从身强力壮的青年变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直至最后生命力。飞马座星系的人类深受这个种族。这天，约翰等人发现了一个他们正在研究对抗幽灵族的药物，希望下次再被能够活生命力时。而这项研究已经进行了上千年，但一直没有好的效果。直到约翰等人的加入，正好他们之前抓到了一个幽灵族的小头目，他们将这个幽灵族小头目取走了许多的生物样本。自此之后，他们的研究很快看到了成效，抗体血清注射进一个身患绝症的男人自愿的走到了小头目。此时的小头目已经饿了好几天，虽然看出眼前的人十分虚弱，但还是单纯的将手放在了他的胸前。可下一秒他就发现不对劲，并迅速将手收了回来。看到男人平安无事，他们都以为这种
抗体血清已经足以对付幽灵，而且第二天这个小头目竟然让他们更加推崇这种药物，开始在族人中推广。没想到第一批接种的人很快出现了不适的反应，并一个接一个的领了盒饭。虽然人类注射这种抗体血清是100%的，但他们的人民却并不胆怯。他们通过一次全民投票，结果96%的人，但这个做法太过激进，约翰等人属实是难以接受。最后，他们离开了这颗星球，竟然瞬间化作了一团雾气，一瞬间又能切换成人类形态，这让一旁的女人一脸懵逼。原来在不久前，他们打开星际之门，来到了这里的星际之门已经被这片云海吞没。这里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星空座。他们发现这颗星球的表面有许多外星生命，却看不到任何可见的生命形态。随后在打开星际之门时，麦凯博士发现这里的星际之门能量来源是周围的雾气，而这颗星球上他认为可以利用这些雾气打开与地球星门的链接。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维尔和约翰等人来到了，他们打开了维尔和约翰等人通过星门回到维尔将在亚特兰蒂斯遇到的事都汇报给了将军。将军在得知幻影族的害怕维尔在亚特兰蒂斯继续会暴露地球的位置，但维尔觉得他们有义务保护飞马座星系的人，为此将军将维尔指挥官的另一边，约翰带着泰勒并举办了一场派对晚会。但奇怪的是，参加派对的人都是已经死去好多年的朋友。约翰很快醒悟了过来，他用枪将死去的朋友打伤，逼问眼前的这些人。而维尔这边也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他猜到将军是假冒的，并找到将军，没想到将军竟当面现出了真身。原来他们是先工作星系的外星生物，不过他们是以雾气的形态，而每次开启星际之门，他们的族人就会因为而地球与先工作。如果任由他们打开新闻链接，他们将有数百万的族人丧生。为此，他们才将维尔和约翰等人拉入这个幻境世界。得知真实情况后，约翰等人保证他们不会牺牲先工作族人，将军这才放他们离开。之后，他们打开了回到了亚特兰蒂斯城。就在不久前，泰勒带着约翰等人前来拜访昔日的贸易伙伴。约翰他们想与这些人换取一些粮食，但这些人却并不像表面的那么单纯。约翰等人有威力不错的 C4 便提出要用 C4 炸弹交换，而且这天，约翰和麦凯博士还发现了他们的地下堡垒沾水瓶。与地面的农耕文明形成。此时的两人正准备，但转身便被堡垒的守卫发现。这里的将军将泰勒和中尉将军向他们展示了他们的科研成果。原来他们现在正在研究，但遇到了一个这方面的知识，麦凯博士刚好比较清楚，他表示愿意指导他们。而他们制造原子弹，其实是为了对付幽灵族的人。他们在不久前发现了一艘幽灵族飞船的黑匣子，通过破译密码，他们现在能看到幽灵族所有飞船的位置。随后，他们锁定了附近的一艘飞船。约翰带着将军等人准备潜入幽灵族飞船内部。刚进入幽灵族飞船内部，就发现眼前他们不知眼前的人是死是活。泰勒慢慢走近查看，泰勒正准备出手相救，却被旁边的男人一把拉开。男人觉得这会影响他们的行动，并开枪将眼前的人打死。这样的动静惊动了男人，被守卫两枪放倒。眼看男人这么无情，泰勒在击倒守卫后便离开。同时，约翰他们也得知暴露的消息。他们从找到了一块飞船的黑匣子，之后一行人安全可地面的情况却有些不对。原来将军在出发前早做了男人，他准备抢夺这艘飞船以及装备。谁知约翰也做了准备工作，两艘隐形飞船随即显形，这是将军万万没料到的。他一直以为约翰只有一艘飞船，迫于压力，将军约翰等人回到亚克兰蒂斯，他们对黑匣子进行了破译。原来飞马座星系的幽灵族分布于各个星系，总共有60艘以上的飞船。目前如果这些飞船就有21艘，那么他们将必败无疑。现在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对付幽灵族的可行方案。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即将形成，其威力足以摧毁一切，同时也会对亚特兰蒂斯城造成严重破坏。为此，约翰和中尉来到这里的人达成了合作，答应让他们在这里。可当这里的人却和将军的人勾结，这个将军也就是上极想让约翰帮忙制造小美从背后牢牢锁住了，并抢夺了他身上通往亚特兰蒂斯的新闻密码口。同时，麦凯和另一位就亚特兰蒂斯的方案，但这个方案需要有人去操作它，关掉亚特兰蒂斯城的避雷针，然后他们便能利用为整座城市通往。有了充足的能源，便能开启亚特兰蒂斯城的避雷针时，指挥官和小美
等人伪装成亚特兰蒂斯的人，并将看守新闻的2名守卫干掉。随后，他们又抓获了维尔和麦凯。这个消息刚好通过无线电，一边和指挥官的人，但还是被将军的人找到。双方展开了一番交火，最后约翰以1敌2取得了胜利，但关闭避雷针的设备在刚才交火中被激活。随后，他们利用主控室的设备追踪到了约翰的位置，可当他们赶到时，却遭到了这次约翰直接干掉了5人。经过刚才的战斗，约翰也得知了他为此偷偷将主控制室的能源，这也让主控制室彻底陷入黑暗。约翰接着将其余区域的能源，这导致麦凯博士和维尔无法修复被破坏的避雷针。眼看风暴即将来袭，到时候整个亚特兰蒂斯城都要沉没。这时指挥官和约翰取得了联系，并说服约翰将能源。可当约翰准备重启部分区域的身后，却出来2人将他抓捕。好在中尉和泰勒等人及时乘坐飞船，在最后关头，他们击倒守卫将约翰救了出来。随后几人商议，不过在不远处，小美已经赶到。在上一集中，泰勒抛弃的那个男人正是他的父亲，他觉得泰勒就是杀死他父亲的凶手，并立誓要为父亲报仇。在泰勒行动时，他明明有很好的机会出手杀死他，却选择以肉狗的方式。2人从小便相识，是关系不错的发小。但因为这件事已经彻底决裂，一番打斗之后，但泰勒却并未选择杀他。同时，风暴带来的巨大海浪即将整座城市。麦凯和维尔也修好了避雷针，为了自身安全，他们哄骗指挥官亚特兰蒂斯，并劝告他们离开这里。在生死面前，指挥官对他们的话，最后决定带着2人一起离开。就在进入星际之门时，中尉突然从一旁杀出，将其余的守卫纷纷。最后只剩下指挥官挟持。约翰瞄准指挥官，一枪将其击倒，而身后的心门也随之关闭。此时，外面已经卷起了上千米高的海浪。麦凯博士在最后一刻开启了亚特兰蒂斯的保护罩，上千米高的海水没有一滴海水进入城市。风平浪静之后，他们接回了亚特兰蒂斯的其余人。就在刚刚，探险小队们飞行15个小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太空卫星站，那一片黑暗。他们猜测应该是1万年前亚特兰蒂斯的人留下来，但现在能源已经耗尽，为此他们正准备上去靠近卫星站，他们就收到了附近星球发来的求救信号，但这个信号是幽灵族发的。他们跟着信号来到这颗星球，并很快发现了这艘被遗弃万年的幽灵飞船的外地上还有一些网状物包裹，看来应该是1万年前飞船坠毁在了这里。为此，约翰和麦凯等人慢慢的进入这艘飞船中，有许多不过看样子应该早就已经，而飞船中还有一个大型舱室，关押着这样的人。他们据此猜测，这艘飞船是万年前和亚特兰蒂斯人战斗的补给船。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突然飞过，2人还没反应过来，黑影便落在了身后，而他正是这为了万年前幸存的幽灵族。他不惜吸食了万年前，现在2块肥肉送上门来，队友的惨叫声被约翰和麦凯他们迅速赶了过来，但地上却只剩下已经被吸干生命力的队友尸体。接着，他们通过生命探测仪找，但这个幽灵族在前一秒在一旁被吸食生命力的队友跑去抢夺他们的飞船。得知消息后，约翰前去追捕幽灵族，为死去的队友报仇，但终究还是慢了一点。不过，这艘飞船必须要识别到人类基因才能启动，短时间内幽灵族并不能绕开走飞船。约翰在不远处引出幽灵族，一艘子弹全部打在他的身上。幽灵族随即走近查看时，却不知他身上的伤口又迅速并趁机打的约翰第一个回合算是打成了平手。约翰又用烟雾弹放在一旁的山丘上，幽灵族约翰趁机想抢夺飞船的控制权，没想到飞船的周围被加了一层保护屏障，他被保护罩拦在了外面，只能撤退。接着约翰又诱骗幽灵族捡起地上的对讲机的下面是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没想到这次依旧没能将他杀死，而约翰的位置也在此刻被幽灵族发现，2人手中的子弹也已经用光。约翰只能拿着小刀和幽灵族，但人类娇小的身躯。就在这时，麦凯从远处赶来，他用仅存的子弹一枪将手中的子弹都快打光，敌人都没倒下。就在他们绝望时，中尉和泰勒支援，一发炮弹精准地将幽灵族炸得粉碎。约翰和麦凯2人也终于脱离了。这个女人像是看到了一些诡异的东西，双手开始拼命挣扎。队友上前搀扶女人，只见她双手贴着额头，开始痛苦。几秒过后，女人便不知这女人到底怎么了，只是下意识地认为感染了某种急性病毒。为了不让病毒传播给亚特兰蒂斯，麦凯博士决定带着探险队们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在隔离这段时间中，他们来到了一间破烂不堪的实验器材，很明显这里是一间病毒实验室。
他们很可能就是感染了这间实验室的病。随后，医疗团队将这些探险队们带回了医疗中心。原来这种内密机器就是他们染病的原因。他们会攻击大脑中的视觉皮层，让人看到一些十分恐怖的东西。这些幻觉会让人们惊慌失措、心跳加速以及血压暴涨。最后，这些机器人再趁机攻击大脑中的大血管，脑出血导致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至于具体治疗手段，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而这种情况从染病到死亡大概只有6个小时，死亡率更是高达100%。就在这时，身后又一名探险队员倒下了河。按照这个时间推算，麦凯博士染病，并且他也开始看来下一个就是他将自己对亚特兰蒂斯的研究，人就在他准备赴死时，却发现自己竟然安然无恙。旁边的医学博士麦凯可能是因为之前进行过古人的基因治疗，让这些病毒无法杀死，但这种基因治疗的药物已经没有了。探险队的皮特博士突然溜了出去，在不久前他也看到这种恐怖的幻觉，但他却自欺欺人，觉得约翰和泰勒及时发现，没想到皮特一点表面答应会返回隔离区，结果却想趁机逃跑。混乱中，约翰开枪乱射。最后，他被一枪击中了手臂，但他还是逃到了亚特兰蒂斯的。众人见到有人受伤逃来，纷纷上前查看伤势，却不知这一靠近，所有人都染上了病毒。同时，亚特兰蒂斯城这座城市大部分都被智能应急系统所接管，智能系统启动了，将整个残区的人都隔离了起来。而这个逃出来的也在不久后死于脑溢血，被隔离在用残区的人也在不久后同时出现幻觉。另一边，麦凯想到个办法。他认为这些病毒机器应该会依附于亚特兰蒂斯城的系统，虽然现在他们不能关闭整个城市的系统，但是如果有一场整个城市的脉冲影响，该会崩溃机密。得知这个方案后，约翰拿着核能源来到20公里外的高空，将这个装置投放了出去。虽然这次的行动有些风险，但确实有效。亚特兰蒂斯城又恢复了原来的被机器病毒感染的人也恢复了健康。至于这种机器病毒是谁研制的，却成了个无法解开的谜团。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已经有1万多岁，但她却依旧年轻漂亮。她们已经达到了永生不灭，而且身体游走于各个星球之间，更能瞬间变身上轻松击溃一大波外星飞船。就在不久前，几艘外星飞船眼看人类飞船就要抵不住，就在这时，一团巨大的闪电从附近的行星中飞了出来，像是某种强大的能量攻击，并迅速将他们身后的外星飞船击散。但这团闪电并未就此停下，反而是朝着人类飞船袭来。就在船上的众人以为飞船却只受到闪电的影响，出现了一阵颤抖。随后，这团闪电飞船上的麦凯博士猜测，这应该是某种强大的能量武器。这颗星球上肯定藏着亚特兰蒂斯城的古人留下的守护武器。为此，一行人来到行星表面，但这里的人却过着十分原始的生活，而且从没见过外面世界的人，更没听说过什么幽灵族抓捕，并且这里的人都信仰着这颗星球一直有一个守护神保护他们，而眼前这个一脸和善的女便是守护神的女祭司。约翰等人本想保护这颗星球的神秘武器，但女祭司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她只知道这里的约翰只能向女祭司神提供，让他们的人可以来这里避难。但这个要求很快为了说服女祭司，约翰邀请女祭司来到了亚特兰蒂斯。外星球的人来到这里之后，都会做一系列的身体检查，防止体内携带病毒。女祭司也不例外，但检查的结果却让医生震惊。女祭司的身体不仅十分的健康，体内更是没有任何的细菌与就连先天遗传的疾病都不曾有。这么完美的基因，与他们星球上的发展水平完全对应不上。随后，约翰带着女祭司四处参观亚特兰蒂斯城，女祭司也了解了许多。可奇怪的是，专家苦心钻研，古人的机器一直无法启动。女祭司的手只是整个系统便开始正常运作，这让在一旁的专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经过几天的陪伴，约翰和女祭司之间慢慢产生了一些感情。在夜深人静时，两人情不自禁地发生了一些故事。随后，维尔和女祭司进行了谈判，他们还是想让亚特兰蒂斯的人的星球得到女祭司，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帮助他们的条件。但女祭司对物质上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她只在乎精神层面的。此时，在一旁的麦凯觉得不像好人，开始用设备扫描她的身体，不料却被女祭司看穿。